传统不是尘封的过往，它也是可以和当下共振的力量。好的作品啊，就是没有捷径，吾辈青年当有底气，当有担当。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快看新光影。在我们今天的光影访谈间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文艺工作者张艺兴。欢迎艺兴，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快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艺工作者张艺兴。那再次欢迎艺兴。其实最近也是有好消息要给我们带来，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新专辑万众瞩目的《斗战胜佛》。那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特别好奇这张专辑它背后的故事，所以首先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斗战胜佛》这张专辑呢，其实是一张跟自我对话，然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曲风的延续还是会有很多这个 M-pop 的风格，然后同时融入一些内心的一些感悟。斗战胜佛呢，从来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那其实“斗战胜佛”这4个字看起来还有听起来，其实都特别有故事感。我特别好奇啊，当时是怎么想的定这个名字呢？其实也跟自己遇到的一些困难跟困境也相关，所以我觉得是从少年锋芒的经历到现在的沉淀，斗战胜佛也是悟空的一次成长的写照，直面挫折，然后与迷茫对抗。那有哪些点是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演艺经历也好，或者是个人的心境有一些联系的呢？就以前可能更加的一腔热血，到现在学会就是跟困难跟困境共处，我觉得也是我理解的成佛之路。那回到这个创作本身啊，当时是哪一个小的灵感，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什么点，让我突然一下子对这张专辑有了启发？这个萌芽的点？其实悟空一直是我觉得非常具有我们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也是我们民族文化里非常珍贵的一环。其实我觉得就是反复的打磨，反复的推敲，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故事，结合自己遇到的事情，然后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在创作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难以推动的点吗？其实会的，因为在表达的过程中间，其实我相信每一个音乐人在每一个作品在制作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表达，包括影视，怎么去把自己的表达揉到每一个作品里，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创作者都是需要反复打磨。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好了，就是这个好的作品啊，就是没有捷径，就必须要反复打磨，然后才对得起这些观众对我们的期待。那其实我们在专辑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那当时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想的？我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而且结合得很好。谢谢。你都听了吗？我有试听。太棒了。对，其实我觉得传统文化它一直在那儿，需要更多年轻人去让它活起来。我们觉得不需要刻意的堆砌元素，做到非常自然跟巧妙的融合，然后用我们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推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那其实虽然我是听了，但是我们可能观众朋友们还非常期待这张专辑，能不能有一些小的巧思稍微透露一下？其实每一个乐器，像我们国乐有很多不同的乐器，它可以替换跟代表很多不一样的情感元素。其实有的时候在乐器的使用上，我也放了很多巧思在里面。大家可以在收听的时候多去感受一下。传统不是尘封的过往，它也是可以和当下共振的力量。那这就是您一直以来就是去把传统文化和自己的音乐的理念结合起来的一个态度。对不对？那其实除了这张专辑之外，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的单曲叫做《吾辈当自强》。其实这个上线之后，我看全网也是好评如潮，而且很多人是受到了您舞台上的这个鼓舞的力量啊。所以这张单曲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首先我要感谢一下快看，然后跟我们一起联合发布了这首歌曲，然后也是抒发了一些当代青少年们对于这个
自己的抱负和远大的理想。那我觉得这首歌的是家国情怀与年轻人态度的表达，也是一份责任的呐喊。希望传递的是向上向善的力量，也是希望传递一种精神，就是吾辈青年当有底气，当有担当。那对于您现在来说，自己的一个创作的心态或者说状态是什么样？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会给自己怎么形容？我觉得是专注、求索，然后清醒。不管在做什么样的文艺工作，一定记得我们自己的根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身后。我觉得这会给每一位创作者提供巨大跟宝贵的能量。您刚刚也说，创作者需要宝贵的这个能量嘛？那一直以来，从一开始出道到现在，其实越来越受大众认可，自己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或者说对自己的要求有改变吗？其实会更加怀疑自己。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更好。其实就是也是有一份责任，因为观众对自己的热爱在这里。初心没有变，然后希望还是能够奔赴热爱，但是还是会经常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一切，但是用一个辩证型的思维去看这件事吧。I see the human in you. Don't forget that we're family when you're looking at me. I see the human in you.那其实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像演员、音乐人都是您身上的标签，那文艺工作者这个身份，您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文艺工作者不只是一个创作者，他更加是情绪、文化、精神的传递者。作品肯定是首先以走心为主，然后要有温度，还要有态度，还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所以以担当在先，以作品为桥，以真心待人。我觉得这是文艺工作者最基本的坚守。那其实对于您来说，也一直在推动我们传统文化，就是一直在发展，把国乐融入到我们作品当中。您觉得做好一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怎么去更好的讲好我们中国故事呢？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首先了解它，然后扎根本土文化，用年轻化、国际化的表达去输出内容。然后立足于作品本身，让我们所有的中国的故事能够走进世界，走到每一个世界的观众眼中。听说这个女足有好消息要带给我们了。对，其实《女足》这部电影也是传统文化这个自信自强的一种表现嘛。用这种足球的精神、团队协作的精神，去表达我们意气风发的文化。对。那您觉得女足精神当中哪一股力量最能够支持您在这个创作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不抛弃，不放弃。希望大家走到电影院去看，希望大家去到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吧。其实，在拍摄这部电影当中，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对于角色的雕刻以及对于角色的设计、现场的把控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演员学习的。在片场其实学到了非常多东西。那这样说的话，我估计观众朋友们会更期待这部电影的，想去看一看究竟哪里那么不一样。对，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尝试跟创新。对，那有没有把女足的整个不管是拍摄的精神也好，还是这个电影想要传达的观点也好，运用到我们创作歌曲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参与的这种骄傲跟自豪，写了一些音乐作品，希望未来可以跟大家见面。好，最后呢，也想问问您，现在这个中国的文化出海的这个道路，其实还是任重道远的。那从您自身出发，或者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而言，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憧憬？其实我很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在做传统文化的这条路上，不需要太过于紧张，就是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然后去理解，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才会越来越跟得上时代的节奏，是不是？更加繁荣兴盛的发展吧。其实传统文化的元素
也不是随意的堆砌，它就可以出海的。对，它更需要我们去发挥自身的一个创造。对，主观能动性，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真正的去走向世界，让大家看到。没错，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有压力，就是其实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做，只要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根永远在我们的身后，好，保护着我们。谢谢一行，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访谈间，也祝愿我们这个斗战胜佛专辑大卖，谢谢，也期待在未来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品。